百期詳解紅白機全遊戲巡禮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。在之前有一期介紹1990年游戲发售情況時，有提到紅白機生命末期 NES 美版和歐版的发售作品數量增加了，这和 NES 主機較晚上市有一定的關係。經過幾年的積累，市場保有量的增加，也更被歐美遊戲公司青睞。這些 NES 遊戲，特別是美版遊戲，能查到的大部分作品的發售時間只精確到了月份，沒有具體的日期。在介紹這些內容時，我通常都是把它們集中放在了發售月份的最前面。現在數量多了以後，有時候就會出現一期的內容裡大部分都是美版遊戲。今天就是美版比較多的，來看看都有哪些內容。无赖戰士，這是 Kid 開發的一款飛行射擊遊戲，最先由 Texan 發行了美版，後來的日版是泰東發行的，任天堂發行了歐版，同年還移植到了 Game Boy 上發布。故事設定很簡單，有一個叫无賴的智慧種族，一心想要統治宇宙，在銀河系的各地擁有7個生產基地，專門制造半機械半生物的軍隊。主角要憑借他的機械戰甲和武器拯救宇宙。開始界面有3種遊戲的難度可選，分別是雄鷹、信天翁和王牌，難度遞進。如果完成了王牌難度，可以解鎖隱藏的終極難度。操控的方式上和常規的飛行射擊遊戲有些區別，方向鍵控制角色移動的同時，也可以改變發射子彈的方向，能朝8個不同的方向射擊。B 鍵發射子彈，按住可以連發，子彈連發的同時在移動，會鎖定射擊的方向。有幾種不同類型的強化道具，最常見的是消滅敵人之後掉落紅色蛋形的炸彈碎片，收集這些碎片能增加畫面左下方 Extra 的量表，積攢到一定程度之後，按 A 鍵向多個方向釋放炸彈，相當於保險，會消耗1格量表。如果不使用炸彈，將量表槽填滿，能額外的獲得1條生命。3種不同的武器升級道具，字母 L 是激光彈， R 是環形彈， M 是導彈。每種武器都可以多段升級，獲得不同的武器道具會改變射擊的方式，但之前使用武器的升級效果會保留。在畫面的右下方顯示每個武器當前的等級，從數字0到9，升滿之後變成字母 A。隨着武器性能的提升，會變成前後方向同時射擊，升滿後可以朝4個方向射擊。3種子彈升級的方式都是一樣。另外還有字母 S 的道具是提升移動的速度。還有一種防禦艙，一個小衛星的圖標，拿到它之後會圍繞主角旋轉，摧毀接觸到它的敵人，收集越多，旋轉的速度越快。總共有7個關卡，一開始是橫向的強制卷軸，後面還結合了縱向的多個方向強制滾動，中途會出現一些岔路，進入到小分支，可能在隱藏的房間獲得更多的強化道具，接觸到障礙並不會掛掉，但有可能被滾動的畫面卡住。關卡末尾都有 BOSS 戰。有2個關卡是類似超級魂鬥羅裡的俯視角，在這樣的關卡裡，畫面隨着主角移動，找到並消滅 BOSS 就能過關。更高的遊戲難度區別主要是敵人數量的增加，移動速度更快，子彈更多， BOSS 的血量也會更厚。終極難度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擊敗 BOSS。另外，只有在王牌難度以上才能看到通關的動畫。這款遊戲的整體素質還算不錯，玩法有些特色，操作流暢。畫面水準和 BGM 也不差，還有多種難度可選。不過關卡的設計水準不算頂級，不同的武器差異並不明顯，主角的傷害判定感覺有些問題。個人評價3星半。費雪記憶遊戲，這款遊戲的英文原名是 Fisher Price I Can Remember， 其中 Fisher Price 費雪牌曾經是一家美國的玩具公司。於上世紀30年代由赫爾曼·費雪與合作夥伴共同創立，主要的產品是面向嬰幼兒和學齡前的兒童的教育玩具。在1993年，費雪被美泰收購，成為了美泰旗下的全資子公司。在上世紀80年代 ，GameTech 以費雪的品牌作為遊戲名，為其開發了7款遊戲，面對的對象也是學齡前兒童的教育類遊戲。原版作品都發布在個人電腦平台，其中有3款移植到了 NES 主機上。這一款記憶遊戲實際上是電腦端最晚發布的一款。遊戲的玩法其實就是找對子，可以雙人對戰，單人遊戲時可以自己玩，也可以和電腦對戰。有3個可選的難度級別。對戰的玩法裡，雙方輪流翻開2張卡片，
圖案不同的話，卡片會再次蓋住，直到有相同的2張圖片就能得分。已經配對的將卡片移除，最後看誰的得分高。不同的难度级別，卡片的數量不同，從12張到最多20张。游戲裡展現的這些圖片都是費雪當時實際生產的玩具產品。像這種類似的經典休閒小遊戲，現在一抓一大把。八位機上的這樣一款作品已經沒有太多遊玩的價值了。個人評價1顆星。費雪完美匹配，趁熱打鐵再來一個雙響炮。這是該教育遊戲系列在 NES 主機上的另一款作品。電腦原版的發行時間是1988年，比上一作要早1年。2個遊戲用的背景音樂都是一樣，遊戲的界面也很相似，有單人和双人模式。單人模式裡也有獨自游戲或者和電腦对戰，還有3個難度級別的選擇。遊戲的玩法一看就明白，把左側玩具的圖片移動到右側對應的灰色图形當中，這就叫完美匹配。難度級別越高，限定的時間越短。另外，較高的难度图形不能直接放到右邊，需要先在左邊的箭頭符號內左右或者上下翻轉，得到正確的方向，再完美匹配。遊戲的性質基本和前作一樣，好像還更加低齡化了。個人評價1顆星。傑克尼克勞斯最偉大的18洞高爾夫錦標賽。這款高爾夫遊戲的原始版本是1988年發布在多個電腦平台，就是這家叫做 Sculpture 的公司開發的。該公司1995年被 Acclaim 收購。NES 的這個版本由科乐美發行，家用機上還有一個 PCE 的版本，但內容區別較大。本作由當年美國著名的高爾夫運動員傑克尼克勞斯代言。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，他曾經18次獲得了大满貫的冠軍。遊戲裡收錄的比賽場地是傑克尼克勞斯最愛的18個球洞，把現實比賽當中多個球場的球洞放在一起，整合成一個標準的18洞比賽场地。遊戲模式有比杆賽和逐洞赛，支持最多4名玩家。比賽之前要填寫一個玩家的信息卡片，包括了技能等級和球座。如果是單人遊戲，還可以添加電腦對手。在每一洞開杆之前有一個簡陋的圖片顯示這一洞的全貌，之後進入擊球的畫面。視角總是從選手的身後呈現，左右方向鍵調整擊球的方向，上下方向鍵切換球杆，按 A 鍵讓畫面左側的力量條滾動。光標上移時，在合適的時機第2次按下 A 鍵確認擊球的力度。當光標向下移動時，在力量條的下方紅色和綠色交匯的白線處，第3次按下 A 鍵確認擊球的精度，離白線越近，精度越高。非常簡單的擊球設計，沒有之前同類遊戲裡的切球或者勾球，也沒有擊球的部位。能夠看到遊戲的畫面相當簡陋，場地和遠景都是極為粗糙的大像素塊，而且每次擊球前都要等好久，圖形才會完全加載出來。據說電腦端的原版就有這個問題，擊球過程中也沒有 BGM。在紅白機上已經有了這麼多高爾夫遊戲的前提下，完全沒有選擇這款遊戲的理由。個人評價1星半。魔術師約翰遜的快攻，這是一款籃球遊戲，原版也是發布在幾個電腦端。相比原版 NES 的這個版本變化很大，由 Tradewest 發行，這是 Tradewest 的多款名人代言的體育遊戲之一。本作使用了當時湖人隊的魔術師約翰遜的姓名和肖像，同時由百事可樂公司代言。這是一個2v2全場比賽的形式，開始界面可以選擇單人、雙人或者4人同时遊戲。4人遊戲要使用 NES 專用的手柄拓展配件。之後有5個難度級別可選，不能選擇隊伍，不能選擇球員，也沒有設置選項，直接開始遊戲。比賽以一個側向視角呈現，進攻時 B 鍵傳球 ，A 鍵投籃；防守時 B 鍵切換操控的角色 ，A 鍵搶斷或者跳躍封蓋。可以在背景裡看到擺設的商標。球場的4個隊員都是一個樣子，能力也沒有什麼區別。單節是3分鐘，總共打4節。畫面頂部的中間呈現單節剩餘的時間，兩側還有犯規統計、得分和24秒的倒計時。2節比賽的節間呈現數據統計，還會出現魔術師約翰遜的一張臉，講2句廢話。一場比賽打完，無論勝負 ，Game Over。到目前為止，這是我見過最爛的籃球遊戲了，沒有之一。本來就沒有什麼內容，操作完全就是一坨。
搶球沒有任何的動作，一瞬間你的球就會跑到對方的手裡，或者你突然拿到了對手的球。遠距離投籃的動作就是小手一抬，然後一個圓點飛了出去。遊戲評價1星半。目標叛徒。這款遊戲還有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名字——雙截龍4代。一定會有朋友奇怪，為什麼3代都還沒有出，就已經有了4代？其實紅白機上的雙截龍4是一個未授權的版本，是後來在本作的基礎上把封面換成了雙截龍4，但內容沒有變。正統的雙截龍4代2017年由亞克系統開發發行。本作的遊戲名字和熱血硬派國服君的美版名相似，發行方都是泰東，所以也算是一脈相承了。原版1988年發布在幾個個人電腦平台，來到 NES 主機之後，角色形象進行了調整，更接近于雙截龍。故事設定很簡單，主角的兄弟被當地的黑幫老大 Mr. Big 抓走，主角要救出自己的兄弟。NES 的這個版本只能單人遊戲，操作方式上和雙截龍還是有些區別的。A 鍵出拳，方向鍵下加 A 鍵下蹲，停在道具的上方，下蹲可以撿起物品。B 鍵踢腿，方向键下加 B 鍵是掃堂腿，上加 B 键跳踢，斜向上加 B 键向前方跳踢。還有一招轻点方向键左或者右使用頭撞，不過攻擊的距離很短，用處不大。擊敗敵人後掉落的道具主要是恢復血量的愛心，再就是可以撿起來扔出去的道具，或者敌人掉落的球棒等等。一共有7個關卡，場景都是黑幫打鬥常見的一些地點。前3關在停車場，然後是街道、公園，最後來到 Mr. Big 的酒吧。基本上每關都有不同特点的新敵人出現，還有騎摩托車和踩滑板的敵人。關卡末尾都有 BOSS 戰，不過有的 BOSS 會重複出現，面對 BOSS 時不能硬剛，否則容易被連續輸出。這部作品在畫面和操作的流暢度上還行，同屏敵人數量在紅白機上算是不錯的，最多的時候同時出現4個敵人，招式和打鬥的水準比真正的雙截龍還是差上了不少，整體遊戲性一般，個人評價2星半。幸運輪盤家庭版 ，Rare 開發 ，GameTek 發行，基於同名電視節目改編的遊戲系列。這已經是 NES 主機上第3款幸運輪盤的遊戲了，在第40期和第57期分別介紹過該系列的標準版和初級版。遊戲的系統玩法和界面都和之前的2作一模一樣，區別還是謎題的難度不同，以及最後大獎的獎品不一樣。3個參賽者輪流轉動一個遊樂場的轉盤，看指針會停在哪裡。除了不同的金額，有3個特別的符號 ：M 失去1次機會，加號獲得免費轉動的機會。B 是破產，失去1次轉動機會，同時損失當前的資金。旋轉到某個金額之後，選手選擇一個字母，看看它是否包含在單詞的謎題當中。如果字母被包含在內，那麼這個字母將會被翻開顯示，同時選手能獲得轉盤上對應的金額。如果選擇的這個字母在謎題裡有多個，選手得到的金額數就乘以該字母的個數。如果選擇的字母不在謎題內，則不能獲得對應的金額。猜中字母的選手可以繼續轉動輪盤，如果沒有猜中，輪到下一個選手。玩家還可以購買一個字母，或者當翻開的提示足夠時，嘗試解開單詞的謎題。成功的猜出正確的單詞或者短語，選手將獲得輪盤中該回合所積累的獎金。第3輪是加速輪，開始時從輪盤中轉動獲得一個固定的金額，然後就不再旋轉輪盤。以固定的金額，選手輪流猜字母，和上面一樣，猜中獲得金額並繼續。每次猜完字母還得嘗試解開謎題。最後在前面積累總金額最高的選手進入大獎環節。家庭版裡的大獎獎品當然是適合家庭的，有鑽石項鏈、遊輪之旅、海灘度假和巴黎旅遊等等。因為遊戲的內容並沒有改變，評價也和之前一樣，2星半。贏輸或平局，或者翻譯為勝負難料。這又是一款根據電視節目改編的遊戲。這款美國的同名電視節目1987年開始播出，玩法和多年來一直流行的你畫我猜的猜詞遊戲非常類似。相關的電子遊戏1988年先推出了2個 MS-DOS 版，之後登陸到 NES 主機。這是一個派對游戲，4個人一起玩的遊戲性最高。在開始前進行各種設置，可以只用1個隊伍或者2個隊伍。
3個可選的難度級別，級別越高，猜的詞越難。還能選擇電腦自動繪圖或者人工手動繪圖。進入猜詞環節後，是一個客廳的場景。如果只有1隊玩家，畫面裡的人物坐在左邊的沙發上。如果電腦自動繪圖，根據圖案在倒計時內猜詞，輸入正確的英文單詞獲得分數。當2支隊伍一起玩的時候，畫面裡的人物分別坐在沙發的2邊，2個隊伍輪流根據圖案猜詞，看哪一隊的分數高。最好的玩法是2支队伍，然後選擇玩家手動繪圖。這時需要4名玩家一起，2人1隊。畫圖的那個人拿遊戲手柄面對屏幕，屏幕上會先出現單詞的提示，用手柄在屏幕上根據單詞自由繪制圖形。猜的玩家不能看提示，根據隊友畫的圖猜詞。2隊各拿1個手柄，輪流進行，最後看誰的分數高。這款遊戲要是用電腦自動繪圖就沒有多大的意思，謎題的數量也有限，玩多了圖形就會重複。雖然有一個手動添加謎題代碼的功能，但也不能自己錄自己猜。玩家手動畫圖要用手柄，操作相當難控制，移動也很不流暢，這是最影響體驗的。另外，現在要湊4個玩家一起，實在是太難了。個人評價2顆星。霹靂神兵，根據原名直接翻譯叫重武器，由 Data East 開發和發行的一款俯視角射擊遊戲，是一個街機的移植版。街機原版於1987年發布，在89年還有 Apple II 和 MS-DOS 2個電腦端的版本。恐怖分子佔領了核導彈基地的地下控制中心，玩家的任務是潛入基地並擊殺敵方的首領。在俯視角的場景裡，方向鍵移動角色 ，A 鍵開槍射擊，初始的武器彈藥無限 ，B 鍵扔手雷，初始彈藥數量是40發，消滅紅色的敵人會掉落一把鑰匙。紅白機的這個版本，所有的道具都要從箱子裡獲得，箱子都是上鎖的，消耗獲得的鑰匙打開寶箱，一次最多攜帶4把鑰匙，超出的部分會被浪費掉。畫面底部從左到右依次是玩家的生命數、分數，字母 B 是剩余手雷的數量，字母 A 是剩余武器的彈药，然後是持有的鑰匙數量，最右邊是一個空心的重型武器圖案，這也是本作的特色。從寶箱裡收集6個重型炮管的部件，填滿空心的圖案，就能使用强力的重型武器，持續60秒的时間，擁有寬廣的射程，而且威力巨大，可以一擊消滅大部分的敵人。另外，除了初始的手榴彈和武器，遊戲裡還可以獲得其他幾種手榴彈和射擊的武器，有類似毒氣彈的烟霧，圍繞在身體周圍的護盾，爆炸後向8個方向擴散的紅色手雷，散彈槍、火焰噴射器等等。總共有7個關卡，敵人除了紅色和綠色的士兵，還有帶噴氣背包的敵人，以及坦克、裝甲車、直升機和炮台等重型武器。最後一關的大 boss 是一个大型的双臂机械。相比于街机原版，红白机的这个移植版有不少的问题，从很多的地方都能看出制作的敷衍態度，操控不夠精準，移動一段距離後鬆開方向鍵，角色總是要往前再滑一步。紅色的手榴彈和火焰噴射器過於強大，覆蓋的面積廣，威力幾乎等同於特殊重型武器。除了最終 BOSS 基本上最多2發就能搞定，相對的重型炮管就沒有了價值，這明顯是一個設計的錯誤。箱子都需要鑰匙來打開，鑰匙的數量是不夠打開全部的箱子，不過每個箱子裡的東西都是固定的，只要記住紅色手榴彈和火焰槍的道具位置，就可以源源不斷的補充彈藥。掌握這個之後，遊戲的難度就會大幅降低，其他的武器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另外，有些武器道具的圖標是完全一樣的，這也是很明顯的圖形錯誤。拿到後，畫面的底部也沒有武器類型的顯示，只有試過之後才知道。通關後沒有任何的畫面，直接黑屏配一段祝賀文字，然後就是播放職員表。除了這些明顯的問題，遊戲在畫面和音樂的水準還算不錯，但它本應該能夠更好。個人評價2星半。西村金太郎神秘系列超級特快車殺人事件。艾瑞姆在紅白機上推出的偵探冒險遊戲西村金太郎神秘系列的第2部作品，第1部是1989年1月發布的藍色列車殺人事件，在第47期節目裡介紹過。西村金太郎是上世紀30年代出生的推理小說作家，他的代表作是石金川警探系列和佐文字進偵探系列，不少作品都被拍成了電視劇。
和上一部一樣，本作的故事也是來自於石金川警探系列，殺人事件也是發生在列車上，不過這次變成了超級特快。故事開始於一列超級特快駛入了大阪車站，發現一名女性死者。接到報案後，警方前往調查，死者的身份確認為一家高級時尚公司的負責人，並懷疑她的丈夫是嫌疑人，但她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。遊戲的系統還是遵循了常規的文字冒險形式，左側顯示圖片，右側常規的指令選項，底部呈現對話和信息。前作中的一個特色，在石金川探長、龜井刑警和西北刑警3個角色之間切換調查，在本作當中被更加线性的調查方式取代。有一個記事本可以查看記錄的信息，作為警察辦案的常用手法。前作裡有指紋對比，本作當中有一個臉部的拼圖，選擇不同的髮型、臉型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等，拼湊出完整的人物形象。整個的流程沒有前作那麼複雜，列車僅僅是一個發現死者的場所。本作也是遵循了這類遊戲常規的套路，明確被害人的身份，找出和他有聯繫的人，前往不同的地點調查這些相關人員，找出兇手。來到90年代紅白機的末期，這類偵探類的文字冒險作品數量明顯減少，同類遊戲後面已經沒有幾個了。一方面是各個大廠都推出了各種系列，但有些難以持續；另一方面，對這類遊戲的畫面和聲音有更高要求的轉移到了其他的平台上。本作從整體的素質上看都相當的普通，個人評價2星半。總裁的選擇，這是 Hotbit 發行了一款商業題材的模擬策略作品。雖然現在這類題材的遊戲非常多，但在當年還是很少見的。遊戲卡帶當時的售價也比較貴，賣到了9800日元。玩家扮演一家汽車公司的總裁，主題是公司管理，目標要獲得最高的市场份額，分成4個市場，相當於4個關卡，從日本國內開始，然後是韓國、歐洲，最後是美國。滿足這個市場的設定條件，就可以進入下一個市場。在不同市场控制的公司不一樣，例如在日本就是本田，歐洲就是大眾，要和当地的另外3家企業競爭。遊戲是一個回合制，一年分成了24個回合。首個回合叫年初處理，是一個準備回合，從銀行獲得貸款，並決定當年要生產的汽車設計方案，之後進入常規的回合。每年的最後一個回合是年終結算，顯示財務報表。經營不善就會導致破產。畫面底部一排漢字的方塊是指令選項，以此完成操作。有8個部門可以下達指令，還有一個字母 S 是助理，用於存檔。一開始要在開發部確定設計方案，將20點的點數分配給性能、燃油效率、舒適性和外觀4項屬性，然後就可以開始採購物料、生產和銷售。經理部負責會計工作，可以向銀行借款，並檢查當前的財務狀況。人事部負責招聘工人和銷售人員，招聘時不需要太多的資金，但在年終的財務報表上會體現巨大的成本。社長室管理公司內外的信息，能看到競爭對手的信息，還可以付費調查競爭對手。總務部負責運營，包括生產材料的採購、倉庫的買賣、生產機械和設備的買賣等等。工廠負責汽車製造以及簡化生產和質量控制的流程。營業部是銷售部門，可以按照正常價格或者是折扣價出售汽車。廣告部負責宣傳推廣，有常規的廣告和特別廣告2種類型，前者成功率高，但效果普通，後者則相反。每個回合推進後，资金會變化，同時會發生各種隨機事件，這些事件和選擇的指令有一定的關聯。這款遊戲要熟悉各項指令的用途，得花上一些時間，但搞明白之後，內容並沒有什麼深度。而且整個的過程也比較單調，遊戲性不高。個人評價2顆星。木匠兄弟，泰東發行了一款固定版面的休閒動作遊戏，和最初几代泡泡龍有些類似。這是一個街機的移植版，街機原版發行於1989年，主機端除了 FC 平台，同年5月份還發布了一個 PCE 的版本。92年在 FC 上還推出了續作，可以雙人同时游戲。玩家控制2個伐木工人鲍勃和吉姆，踏上拯救馬里蘭公主和國王的冒險之旅。在一個固定的屏幕內，每關的目標都是要消滅全部的敵人。A 鍵跳躍，B 鍵揮舞錘子，主角使用木錘擊暈敵人，之後撿起被擊暈的敵人，將他們扔出去。
也可以扔向其他敌人进行攻擊。根据被扔出路径上的敌人数量，能夠獲得額外的分數。被消滅的敵人會掉落水果，收集水果也可以獲得分數。當木匠撿起被擊暈的敵人時，還能移動，可以同時撿起多個敵人。拿多了移動會變慢，但多個敵人一起扔出去，威力更大。關卡裡有隱藏的時間限制，拖得太久就會有小惡魔出現，有時也會出現不同種類的強化道具。最常見的是藥水瓶，較小的藥瓶提升角色的移動速度，較大的藥瓶提升力量等級。字母 P 的道具能讓力量等級瞬間提升到最高。有一種带有斑點的水果會降低力量，還有幾種木錘和書籍圖案的道具能獲得特殊的能力，用不同的方式擊殺敵人。常規的關卡是5大世界，共有50關，每個世界前9關是普通的戰鬥，第10關是該世界的 BOSS。在最後一關擊敗巨龍救出公主，但通關結局裡國王不見了。想要達成完美結局，需要進入裡世界。在常規關卡的第1關，畫面頂部獲得隱藏的鑰匙，就能打開通往裡世界的門。在隱藏房間輸入前面的通關密碼，開啟裡世界隱藏的另外50個關卡。在裡世界第50關擊敗巨龍後還沒有結束，最後還要擊敗變成怪物的國王，讓他恢復正常。這款修行類的動作遊戲整體素質還是不錯的，紅白機的移植版基本上保留了原版精華的內容，也有各種道具，關卡數量也很多。但因為泰東之前已經有了泡泡龍系列，這款遊戏並沒有能夠呈現太多的新意。個人評價3顆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。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，還請多多支持。咱們下期再見。